你知道749局吗？有人说它是当年工科委下的一个保密单位，专门进行基于人体科学研究在国防科技上的运用。也有人说它其实是一个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神秘组织。还有人认为749局的工作内容其实是对出现在国内的外星生命体进行调查与保密。这些传言究竟谁对谁错，我过去也不知道。但是直到有一次，我卷入了一场奇异的谋杀案，并且因此成为了749局的一员，我才知道，原来749局，这世界上有千百种各式各样的死法，可你知道最恐怖的死法是哪一种吗？我知道，因为此时此刻我就亲眼见识到了。咕噜噜噜，一个黑影滚到了我的脚下。虽然此刻周围的灯光昏暗阴森，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到那是什么。那是我的同事江开的脑袋。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这个来自东北的大汉还跟我谈笑风生，约定了回去之后一定要去我们俩常去的那家烧烤摊好好搓上一顿。可是现在他满目惊恐的头颅却滚到了我的脚下，在地上留下了一道被鲜血浇染成的红飘带。看着江开张大着嘴死不瞑目的面容，我先是觉得脖子后面凉风嗖嗖直冒，脑门上也见了汗，紧接着一阵反胃恶心的感觉便从胃里直冲嗓子眼。然而这个时候，那种感觉却一下子堵在了脖子里，我想要挪动一下步子，身体也根本无法动弹。我看到就在我面前几米的地方，那个杀了江开的黑影已经转过了身，在黑暗中注视着我。难道说下一个要轮到我了？如果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应该加入这次香港之旅。现在一切都已经迟了。胡思乱想之中，我的思绪回到了3天前这一切的开端。我姓林，名49，今年刚过21，在东海一家中外合资的知名拍卖行打拼。在拍卖行上班听起来是不是很上档次啊？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拍卖行下属保安队里的一名小保安。日常的工作就是看管拍卖行准备拍卖的拍品，或者是临时担任一下拍品的押运护送工作。按照拍卖行的手续，在接受委托之前必须先确认拍品的真伪，毕竟这关系到拍卖行的声誉。如果拍品确认是真货，那接下来就是将拍品从委托人手中送到拍卖行来进行拍卖。而拍品在送到拍卖行的这一段护送工作也分2种，一种是由客户自己送到拍卖行来，另一种则是我们拍卖行自己出人护送，当然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我偶尔要客串的押运工作便是后面这一种。那天保安队的队长王大全忽然找上了我，说是拍卖行又接到了一个大委托，说是有一件价值连城的拍品要送到我们这儿来拍卖，对方指定由我们拍卖行来负责押运，因此要找几个人去一次香港，问我要不要去，因为是去执行公司的任务。因此如果去的话，那么机票和食宿都是公司负责。虽然因为是去公干，可能到香港的当天就要返回，但对于我这每天都窝在拍卖行的小保安来说，能白白坐一次飞机看看香港的风景，已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了。我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临出发前，王大全把这次要去香港的保安队员都叫到了一块儿，交代了这次行动的部署和目标。王大全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是个1人多高的佛像。这次我们要去领取的拍品是一尊明末清初的佛像。按照老规矩，拍卖行要有人去鉴定一下这尊佛像的真伪。这次去的人是雷经理，他一旦确认佛像是真品之后，我们便要立刻将他送回东海来。雷经理？我愣了一下。王大全提到的雷经理，就是我们拍卖行的大老板，也就是我顶头上司的上司。那样一个大人物，怎么会亲自去做拍品鉴定这种小事呢？我犹豫了一下，觉得不该问的就别问，便低头看起了照片。照片上是一尊立式佛像，外表看起来与我过去见过的那些明代佛像相比寒酸了不少。我记得以前拍卖行也拍卖过几尊明代的佛像，那些佛像无一例外在表面都使用了鎏金工艺，可是照片上的这一尊佛像表面却是乌青，看起来就是一普普通通的铜铸佛像，而且这佛像似乎已经有了破损，原本眼珠子的部位上只留下一对乌黑的大窟窿。我不禁问道：王队，你确定是这佛像吗？竟然还是一个瞎子佛像啊！乱说什么呢？什么瞎子佛像呢？那是这尊佛像的眼睛遗失了。听说当初这佛像遗落到海外的时候，佛像的佛眼却落在了国内，随后辗转这么多年，现在呢就落在我们雷经理手上。这一次雷经理去香港会带上那对佛眼来确认佛像的真伪，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除了要去香港运回宝物外，还要确保雷经理身上的佛眼万无一失。难怪呀，这下我就明白了，感情这拍品和雷经理还有一点渊源，怪不得这次的委托他也会亲自出马。王大全说完后就开始分配任务。我的这位王队长啊，今年已经近50岁了，不过别看他年纪大，好像已经有些不适合保安的工作了。可他在来拍卖行之前，曾经是部队中的特种兵，是雷经理在他退役之后花了大价钱才请来，因此排兵布阵起来说的是头头是道。没一会儿就把所有人的任务分配完毕。这次和雷经理去香港的保安队队员一共有8人，除了王队和另外一个老资格的队员需要贴身保护雷经理外，我和另外6个人则只需要在确认佛像之后，将佛像平安无事地运回来就行了。长这么大，这还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虽然不能和王队那样与雷经理一起坐在头等舱，但是对于我来说，单单是坐飞机时的那种体验就已经足以让我兴奋不已了。然而等到了飞机上，我却后悔起来，因为我的第一次飞机之旅竟然晕机了。当飞机起飞之后不久，我便霸占了飞机的厕所，在里面大吐不止，一直吐到连王队都惊动了，从头等舱跑过来问我要不要紧，我才从厕所中出来，瘫坐在座椅上倒头就睡，一直睡到了香港，才稍稍缓过神来。不过在昏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是做了一个极其怪诞的梦。在梦里面，我什么都看不见，却唯独看到了一尊佛像。那尊佛像起先是背对着我，可紧接着却竟然动了起来。他缓缓转过头，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尊佛像的眼眶里竟然没有眼珠子，有的只是2个血肉模糊的大洞，2行鲜血正从洞里面缓缓流下来。四九还睡呢？到地儿了，赶快下飞机。就在这时候，队长的一声低喝把我从睡梦中拉了回来。我睁开眼，却见到王队站在我的面前，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这家伙啊，所有人都下飞机了，就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啊！啊！
我回过神儿，才发现四周的座椅上果然都已经没有了人影。机舱里除了王大全，就只有几个乘务员还在那儿用担心的眼神望着我。一名长得颇为漂亮的空姐还弯着腰询问我要不要紧，是不是生病了。我连忙站了起来收拾东西，一边向那些乘务员们道歉并表示自己没事，一边低着头和王大全离开了飞机。出去的路上，王大全一个劲儿的在那数落我却不敢顶嘴，只能低着头认错。别看我只有21岁，可我其实在保安队里已经待了3年了，和其他同事们的关系都不错，唯独王大全这家伙处处针对我。在我们拍卖行做保安是需要一定军事技能的，可是我从高中毕业之后便直接来到了保安队，哪有什么军事技能啊？因此在平时工作之余，王大全还会对我进行额外的军事训练。训练的时候，只要稍有差池，王大全就会对我棍棒伺候。因此在整个公司里，我最怕的就是王大全。不过我也知道，王大全并不是因为讨厌我才针对我，而是因为比起其他人，唯独我在身体素质和业务经验上差了许多。为了不让我成为别人的累赘，才可劲儿地操练我。就这样，我们俩人出了机场，和已经在外头等候多时的其他人会合了。还没走近，我便看到了这次香港之行的主角，也就是我的大老板雷经理。雷经理看模样约有40多岁，梳着一个标准的汉奸头，也就是中分，一双小眼睛始终眯缝着，给人一种老奸巨猾的感觉。不过别看他这样，雷经理可是我的恩人。当初高中毕业，我因为家境原因没有选择参加高考，而是来到东海打工。能够意外地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因为雷经理的原因。当时我刚到东海，便看到了一个小偷在作案，那时候年轻气盛，当然现在也一样。也没多想啊，便出手拦住了小偷，抢回了一个钱包。说来也巧，那钱包的主人就是现在我眼前的雷经理。因为这件事情，雷经理对我青眼有加，知道我在找工作后，便让我进了保安队。所以说他应该算得上是我的伯乐。远远看到我们俩来了，雷经理咳嗽了一声，示意大家安静。而这时候我才发现，雷经理的身边竟然站着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头漂亮的长发，身材高挑，特别是她穿了一条紧身的短裙，露出一对好看的大白腿。这时候那女人也看到了我，转头向我望来，让我看清了她的模样。鹅蛋脸尖下巴，五官长得极好，眉清目秀，就算大明星也不过如此吧。她是谁呢？我有些奇怪呀，上飞机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位美女呀，难道是这次的客户派来的接待吗？我心里正疑惑着，雷经理已经说话了：一会儿客户会派人来接我们，趁着对方还没到，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个人。说着，他就把身边的那位美女正式向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位美女叫林千怡，别看她模样年轻，却已经是一位大学副教授了。根据雷经理的介绍，林千怡是一位明代文物，尤其是明代佛像方面的专家。这一次被他请来，就是为了确认那件拍品的真伪。虽然手头上已经有了可以鉴定佛像的东西，可雷经理却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花了大价钱把这位林美女请了过来。乖乖，我在心里暗叹了一声。以前和几个同事喝酒闲聊的时候，都听他们说女人的智商和容貌成反比，可眼下这位林美人却一下子就将他们的话全部推翻了。人家不但是大学里的教授，
长得也跟个明星似的。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来说呢，那简直就是女神呢。除了我之外，其他几个队员们也是嗡嗡嗡地讨论了起来，似乎惊讶于林千怡的身份和外貌的巨大反差。王大全看不惯我们这种没纪律的反应，立刻重重咳嗽了一声，将我们几个人的魂儿给拉了回来。好在我们的反应在雷经理看来也很正常，因此他并没有多怪罪。介绍完了之后，便带着我们走到了机场外的候车处。照他说的，一会儿就会有客户的车来接我们。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可是雷经理却怕夜长梦多，因此这一次已经和客户提前约定，要下了飞机后就直接去他那里先把拍品鉴定了再说。果然如雷经理所说，在机场外等了一会儿，两辆奔驰车便一前一后的停在了我们跟前，一辆轿车，一辆商务车。从轿车上下来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雷经理一见到他便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李老板，你怎么亲自来了？大半夜的，真是不好意思。原来这大肚腩就是我们这次的客户李老板。李老板据说是一位香港富商，在香港也是有头有脸、响当当的大人物。他会亲自来迎接我们，足以说明对这次交易的重视。远远的看他们两人寒暄了一会儿，我便看到雷经理先送那位李老板上了车，随后走到王大全面前，将他一直提着的黑色皮箱塞到了他手里。王大全，一会儿我坐李老板的车，东西就由你先保管，你和其他兄弟们一起坐那辆商务车。是。王大全接过了皮箱，便立刻取出一副手铐，分别铐在了皮箱和自己的右手上。看到他认真的模样，雷经理满意的点了点头，又转向了林千怡。李小姐，你就和我一块坐李老板的车吧。我看了看那辆奔驰轿车，车上面除了司机和那个李老板外，在副驾驶位置已经坐了一个人，估计是李老板的保镖或者秘书之类的。如果林千怡也坐那辆车的话，岂不是要和雷经理他们挤在一块儿了？果然，林千怡直接摇摇头拒绝了，表示要和我们这些保安一起坐后面这辆商务车。我看到雷经理脸上虽然有些失望，不过也没勉强。忽然，我发觉他转过了视线，朝我看来。我有些心虚，赶紧拍了拍身边叫做江开的队友，假装说话。但这时候，我却听到雷经理在喊我的名字：“小林，过来下。”我低着头，心虚地走了过去，才知道雷经理竟然是要我在路上照顾林千怡。林小姐，小林是我们这儿年纪最小的，又和你是同姓，这次在香港就让他全程照顾你，有什么需要你直接找他就行了。好的。林千怡这次倒是没有拒绝，她转过身对我伸出了手。我是林千怡，这位小哥，这次就麻烦你了。不麻烦，我叫林49，林小姐以后叫我49就行了。我握住林千怡的手，嘴上如此说道，心里却是慌了神。这虽然不是我第一次和异性接触，却还是头一次和这么漂亮的姑娘有肌肤之亲。这么一想，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了。但就在这时候，我却从林千怡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异样。49，林千怡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这是奇怪的名字呢。有美女作陪，车里的气氛果然不一样。原本下飞机的时候，大家是一脸困意，可现在因为林千怡的原因，所有人在开车后便刻意的找着话题和林千怡聊天。林千怡不愧是大学里的副教授，见多识广，在我身边这些走南闯北的家伙们的围攻下，也是游刃有余。无论是风土人情，还是文物鉴赏方面的知识，都能答得上话。不过找林千怡聊天的人里面，可没有我和王大全。王大全因为性格原因，一上车后就开始闭目养神，双手死死地抱住了那个皮箱，活脱脱就是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
尽职士兵的模样。我则是因为见过的世面太少，许多东西都不懂。不但是林千怡说的，就连我那些同伴们说的事情，有许多都插不上话。无聊之下，我在一旁偷偷看起林千怡的侧脸。不过我可不是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用句流行的话说，人家是女神，我是屌丝，两个人根本就是平行线呢。我会这样偷偷看着她，完全是因为刚才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林千怡长得竟然和我老爹有几分相似，尤其是那一双眼睛，简直就与我老爹的一模一样。或许是我盯了太久，林千怡有所察觉，她忽然回过头问我在看什么。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就答道：李小姐，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来香港运送的那尊佛像是什么来历啊？流传于世的佛像并不少，就我在保安公司的这几年，拍卖行接受过的佛像案子就不下有好几十件，可唯独这一次却显得格外隆重。明明是一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青铜佛像，竟然让雷经理都亲自出面来了香港。再联想到今天在飞机上做的那个梦，我不禁对那尊神秘的佛像有些好奇。其他人这时候也收了声，好奇地竖起耳朵。林千怡笑笑说：哼，雷经理没有和你们说过吗？我们都摇摇头。林千怡继续笑着说：如果论起艺术价值呢，这尊佛像其实很普通。我手上的资料显示，这尊佛像出自明末清初，那时候的佛像如今在市面上并不少见。而那尊佛像也不是什么大家之作，似乎只是一座寺庙的和尚自己铸造的佛像。佛像的材料也只是用了些普通的纯铜，连鎏金工艺都没有做过，最多也就值个100万吧。这下我更好奇了呀。那雷经理还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就因为他手上恰好有那对佛眼？不应该呀。林千怡继续解释道：那是因为这尊佛像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是却有历史价值啊。听说这尊佛像曾经落入到清宫之中，后来又存放在了圆明园里，受到过慈禧皇太后的供奉。车上的人同时吃了一惊，原来是受过老佛爷的供奉。我暗道一声难怪啊，这佛像虽然看上去普通，可如果是皇家曾经使用过的东西，那价值可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皇家御用之物，甭管什么东西，只要是和皇家沾了边，那价值可就难以估计了。我还记得在自己刚进保安公司的那会儿，拍卖行曾经拍卖过一套乾隆儿媳用过的香柜，就那破木头柜子竟然就给拍出了2000万的天价来。现在这尊慈禧用过的佛像，那价钱怎么也不会比那破木头柜子便宜吧？我的问题问完，林千怡倒是也对我起了兴趣。小林呢？说起来你的名字怎么会叫49呢？难道你是京城人吗？我还没有回答，我身旁坐着的江开就抢过话茬说：狗屁京城人，小林就一普通小乡镇的。说着他就报出了我的家乡的名字。谁料到听到我的家乡后，林千怡的双眼忽然亮了起来，又对江开问道：49他是那里的人，那他怎么会有京城口音呢？我干笑了2声，插嘴说道：从小和我老爹学的，他是京城人呢。林千怡眨了眨漂亮的眼睛，又对我问道：京城人，你爹难道是知青啊？大概是吧。我笑了一下，便闭上了嘴，视线转向了车窗外，欣赏起香港的夜色。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别的话题，我一定会为能够和林千怡这样的大美女聊起来而雀跃不已。可是如果是要谈论我那老爹的话，我却是实在不想多说。实际上在我10岁之前，一直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孤儿，在西部一个小县城里以流浪乞讨为生，一直到我10岁那年才被一个来自京城的好心大叔收养。那个大叔后来就成了我的老爹，并且给我取了林49这个有些古怪的名字。我的这位便宜老爹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我能走到今天呢，不得不说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如今
我却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提起他，因为我和我老爹其实只相处了不到1年时间。在某一天的早上，我的老爹在对我说要回京城一趟后，便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过。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的老爹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把我扔下了，就和当初扔下我的亲生父母一样。因此直到今天，我的心里对老爹还是有些恨意，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看到我扭过头，林千怡也只好放弃了追问的打算。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空下来，因为其他人见到我们聊完了，便立刻凑了上来。林千怡长得漂亮，态度又随和，没有半点看不起我们这些小保安的样子，因此大家都可劲儿的想和他说话。我一边听着他们和林千怡的一问一答，一边看着窗外，平复着心里因为提到了老爹而掀起的波澜。这时候车子已经开进了市区，看着车子在高楼大厦间穿行，迟迟没有离开市中心的样子，有一名同事便对林千怡问道：“林小姐呀，李老板的家是在市中心吗？我看电视里香港的富豪不都是住别墅的吗？”这一问确实让林千怡忍不住笑出了声。谁跟你们说我们要去李老板的家了？李老板是香港有名的收藏家，他在市中心呢有专门的私人收藏馆。那同事傻笑了一声，有些不好意思。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那些有钱人都喜欢把好东西藏在自己家里呢。其实文物的收藏都需要专门的保存设备，普通人家里怎么能随便乱放啊？周围的人也都哄笑了起来，说他少见多怪。车子又开了10分钟，果然和林千怡说的一样，径直开入了一栋高楼的地下车库。下了车，我看到雷经理和李老板他们的车子也已经到了，不过车上没人，看来是已经先进去了。果然这时候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迎了上来，他告诉我们雷经理他们已经先进藏馆了。雷经理还嘱咐让我们赶快拿东西进去，说着那保安就领着我们进了电梯，把我们领到了这栋大楼地下更深处。那李老板的收藏馆竟然是在整个大楼的地下最底层。进了收藏馆，我发现这里地方不小，设计的也不错。周围是一排一排的玻璃罩子，里面都是李老板收集的古玩珍品，按照不同品种分门别类的摆放在不同区域，看得我们几个两眼发红。乖乖，这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收藏馆呢，简直就是博物馆呢！要不是王大全在前面对我们瞪着眼，我们保不齐就在这里参观起来了。又瞎转悠了一会儿，藏馆的保安带我们来到了一道大铁门面前。这道大铁门看上去厚得有些夸张，竟然是银行里的那种金库门。而在门的背后，毫无疑问就是那尊佛像的储藏室了。走进了这间足足有20几平的储藏室，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人正在里面聊天。除了他们以外，室内还有几名藏馆里的保安，而在他们的背后，我已经看到了那尊佛像的身影。那尊佛像果然和照片上看起来一样的破破烂烂，要不是之前听林千怡说过，我实在不可能猜到这破铜像到底有多值钱。接下来的过程说起来好笑，李老板和雷经理面对面站着，在他们的中间是那尊佛像，而我们和李老板的保安分别站在两人背后，就好像是电影里面毒贩子交易的场景似的。随后林千怡便戴着白手套，拿着放大镜在那儿反复观察着佛像，不时低声说着点什么，而雷经理就站在他身边频频点头。10几分钟后，林千怡收起了放大镜，对雷经理点了点头，看起来已经确认了这佛像的确是明代古物的模样。不过鉴定到了这一步还没完，接下来雷经理就对王大全招了招手，后者立刻将一直抱在自己怀里的那黑色皮箱子拿了出来，当着我们的面把皮箱子打开了。我趴在江开背后，踮起脚尖，看到那皮箱里面摆放着的果然和我之前想的一样，就是这尊佛像失去的那一对佛眼。林千怡用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将其中一只佛眼捧了出来，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就好像是在捧着无价之宝一样。当然，在我看来呢，那只佛眼只不过是一个黑不溜秋的圆球而已。佛像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矮凳，林千一踩在上面，先是将佛眼放在佛像右眼的位置比划了一下，发现似乎位置不对后，又转向了左眼。这一次似乎是对了，佛眼轻易的就安放在了佛像左眼的孔洞中。看到这佛眼与佛像果然是配对的，放上去之后严丝合缝，没有留出来一丝缝隙。雷经理和李老板两个人都是嘴角一咧，喜形于色。很快，林千一又将佛像的右眼装了上去。当一对佛眼全部安装上去之后，这尊佛像在100年之后再一次在我们面前露出了它真正的模样。我仔细看着佛像的面孔，心中却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当林千一将那对佛眼安上去之后，我忽然感觉到那佛像的脸上竟然一下子流露出了一股凶恶之气。不只是我，林千一似乎也有所察觉，他缓缓从凳子上退了下来，双眼紧盯着佛像，眉头还紧锁着，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在这时候，储藏室里的灯光突然就快速地闪烁了起来。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储藏室又是一间密室，灯光这样一闪一闪的，就好像是鬼片似的，闪的人心里发毛。李老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解释说这间藏馆的电路最近好像有些故障，经常发生问题，他已经叫人来检修过好几次了。果然，就在李老板说完之后，灯光重新恢复了正常。雷经理笑骂了李老板几句抠门后，便和他兴奋地谈论起这次的生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一通叽里咕噜的广东话，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看他们的表情，这笔生意最终一定是谈成了。因为到了最后，那李老板甚至还用带着一嘴广味的普通话对我们这几个小角色道谢，要请雷经理和我们享受一下香港的夜生活。可惜雷经理却立刻回绝了，因为按照计划，我们明天就要把这佛像运回去，眼下已经午夜1、2点了，如果不早点休息，明天路上容易会出意外。大家假模假样的客气了几句之后，李老板才送了我们出去，而那尊佛像则被留在了原地。这次我们只是来鉴定佛像的真伪的，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因此只能等明天雷经理替我们找来押运的车辆和工具，才能将这尊佛像带走。雷经理看上去很急，还没来得及出储藏室，便已经打起电话找人了，而我们则跟在他的背后，一个个离开了这间屋子。但是在我走到门前，就快要跨过那道金库门的时候，我忽然从门上的反光中看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那扇金库门上的倒影中，我竟然看到在我们身后的那尊佛像竟然举起了双手。我猛地回头望去，眼中看到的那尊佛像却是毫无动静，哪有什么举起双手的动作。我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还想要再仔细看看时，江开却拉了我一把：“臭小子，磨蹭什么呢？人家要关门了。”我回过神儿，才发现两边的藏馆保安一脸警惕的用看贼似的眼神看着我。我还傻笑了一下，道了声抱歉，跑出了门外。不过在那些保安将金库门合上之前，我还是偷偷的往里看了一眼，确认了佛像的确没有什么异常。我松了口气儿，刚才看到的八成是自己的幻觉。今天第一次坐飞机便拖了大半天，一直没怎么睡好，现在又折腾到这么晚，出现点幻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之后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为了明天的任务，雷经理直接送我们去了酒店休息。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林千怡在半路上就与我们分开了，他的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就不会再与我们同行。江开他们一群大男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一个个一脸惋惜的排队与他告别。那情景看得我在一旁发笑，都是有家室的人了，至于对一个小姑娘依依不舍吗？江开知道了，直接给了我一个暴力，
你这臭小子怎么说话的呢？林姑娘人美心善，这样的仙女有机会碰见了，谁都会不舍，哪像你呀？跟木头似的，连个道别的礼节都不懂啊！活该你现在还没女朋友。我撇了撇嘴，懒得理他。第二天一大早，雷经理安排的押运车就到了酒店，载着我们几个前往李老板的藏馆去接收佛像。李老板的藏馆还没有到，就看见路上一辆接一辆的警车从我们旁边驶过。香港的治安也不怎么样嘛，大白天的就那么多警车呀。车厢里江开对着众人笑道，我心里却是闪过了另外一个念头，没来由的开口道，这些警车的方向不会都是去李老板的藏馆吧？不会的啦。坐在最前面副驾驶位置上的雷经理扭过头，明显对我有些不满。小林，你瞎说些什么？李老板的藏馆安保有多严密，你昨天自己都见过了，能出什么事啊？正说着，车子驶入了那栋大楼的地下车库。但就在这时，雷经理忽然脸上一僵，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就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停车位上密密麻麻停了一堆警车，通往李老板收藏馆的电梯入口外更是已经拉起了黄色警戒线。车子刚停稳，雷经理也顾不得我们，打开车门就跳了出来，几步跑到一个好像是负责的警官面前，叽里咕噜了起来。我们也马上跟了下去。队里面一个懂广东话的同事把他们的对话翻译给我们听。原来就在1个小时前，李老板的收藏馆里有人打电话报警，当天凌晨在这里执勤的2名保安竟是被人发现死在了收藏馆内。收藏馆里死了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雷经理更是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追问里面的情况。但除了告诉我们里面死了人，那个香港警察就再也不肯开口了。不过就在这时候，收藏馆的电梯叮的一声打开了门，雷经理一见到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立刻便撒开腿追了上去。雷老板，雷到此做乜意思？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原来是李老板和他的手下，看他们的样子，多半也是因为一大早知道收藏馆里死了人才匆匆赶过来。那李老板甚至连领带都打歪了，看上去过来的很匆忙。刚从电梯里面出来的时候，李老板的脸色就有些不对劲，又被雷经理这么一问，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整个人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就开始呕吐起来。跟随李老板出来的几个保镖面色也不是很好，看得出来都在拼命强忍着。过了有一会儿，李老板才缓过气儿来，一边擦着袖子，一边对雷经理解释了起来。他的反应实在是让人好奇。我连忙推着那个懂广东话的同事凑了过去，除了王队长之外的其他人也跟了过来，大家一起在边上竖起了耳朵。原来就在1个小时前，早上前来换班的藏馆保安忽然发觉当天晚上在这里的执勤的2个保安不见了。因为这个藏馆里面的藏品众多，里面的东西加起来价值恐怕何止1万。那保安立刻带着人开始四处找寻失踪的那2个人，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他们便在藏馆深处那原本存放着佛像的储藏室里找到了消失的2个保安。不过让人心惊的是，那2个保安竟然是已经死了，而且那佛像也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如果只是死了人，那李老板的反应恐怕不会如此的剧烈。可让人心慌的是，那2个死者竟然都是被人用极为残酷的手法杀死的。说到这儿，那李老板又是忍受不住，开始呕吐起来，似乎光是回想到那2名死者的模样都会让他反胃不止。无奈之下，一名保镖被他指了出来，继续对雷经理解释，2名死者的死状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保镖只是告诉雷经理，刚才
法医已经在里面做了初步的验尸，从表面上来看，那2个人毫无疑问是属于他杀，死因则是颈部断裂。颈部断裂，江开这家伙小声惊呼了一下，那不就是脖子被拗断了？那保镖也听到了江开的声音，他看上去懂普通话，竟然用普通话对我们补充说明道：不是被拗断了脖子了，那2个人是整个脑袋都被人拉断了。听了这句话，我的心颤抖了几下，身上不由起了很多的鸡皮疙瘩。脑袋被人拉断，这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那得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做得到呢？雷经理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不太好看，他有些战战兢兢地问道：你们没搞错吧？人的脖子怎么可能被拉断呢？你们能确认他们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吗？这时候李老板也缓过劲来，他张嘴就叽里哇啦了一通。我连忙看向了那个兼职翻译的同事，他说这都是警察的判断，现场虽然没有外人侵入的痕迹，但是那尊佛像却被移到了储藏室门口。警察初步怀疑可能是有人侵入收藏馆，想要偷佛像的时候被那2个保安发现了，结果就动手杀了他们，后来又因为发现佛像太重没法搬动，才匆忙离开的。李老板接着又说了几句，这几句话倒是不用身边的人翻译了，就连我也能听得懂。这帮仆街啊，看个钱偷东西就算了啊，怎么能杀人嘞？死了人的收藏馆以后谁还敢来呢？我顶他个肺呀！没等他骂完，雷经理就拦住了他。李老板呢，先别说没用的，那佛像我们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搬走呢？李老板却是两手一摊，表示收藏馆里现在死了人，警察已经把整个藏馆给封锁了起来，开始调查现场，就连他这个藏馆的主人都被赶了出来，要想转移已经被列为取证物件的佛像更是不可能。按照惯例，事件现场还要保持原样3天。听到这儿，雷经理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从昨天晚上鉴定佛像时雷经理的话里，我就已经知道这次的生意其实雷经理自己也有份，因为那尊佛像被分成了2个部分，只有算上雷经理的佛眼才能卖出更高的价钱。所以雷经理和李老板2个人已经约定，在佛像成功拍卖出去后，雷经理也能直接得到一部分分成，事关雷经理自己口袋里的钱。因此这一次他甚至忘了李老板客户的身份，对现在这种局面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屠街、砍家产之类的脏话一句句脱口而出。李老板看起来也是很无奈，他安慰了雷经理几句，表示尽力通关系，让警察尽快把调查取证工作搞定。安抚了雷经理几句，李老板还想说点什么，却被一名警官带走了，说是要去警局录下口供。他临走前让我们先回去，一有消息就会给雷经理电话。看到正主都走了，雷经理叹了口气，也只能挥手示意我们走人。大家伙还没有上车，外面却传来一阵吵闹声。我抬头看去，原来是一帮记者扛着摄像机冲了过来，那阵势就和打仗似的。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电梯门又开了，一群警察扛着一副担架从里面走了出来，2组人正好撞到了一块。早就听说香港的狗仔队厉害，眼下一见果然如此啊！那些记者虽然大部分都被警察拦在了警戒线外，可是竟然有几个神通广大的家伙直接从警察的胳膊下面冲了过去。他们来到那副担架前，对着担架上盖着白布的尸体就是一通乱拍，立刻就有警察跑了过来想要拉走他们。可谁知道一伙人拉拉扯扯之中，竟然有人无意中碰倒了那副担架，扑通一声，担架上的尸体便被撞到了地上。紧接着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球就滚了出来，那圆球边上还拖着一根绳子一样的东西，看上去好生奇怪呀。可等到我看清楚那圆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立刻直冲喉咙。我俯下身，
胃液和早上刚吃的早饭便通通被我吐到了地上。不只是我，就连雷经理他们，还有那些闯进来的记者们，在看清了那圆球的真面目，也都一个个吐了起来。那个圆球的真面目，竟然就是那死去的保安的脑袋。除此以外，这脑袋上竟然还有一根长长的脊柱连接着脖子，看上去好像是被一块拔出来的一样。这一刻，车库里人人双手撑着地，低着头，一阵的干呕。呕了一会儿，雷经理一屁股跳到车上，赶着要投胎似的催促我们上车。载着所有人的押运车飞也似的冲出了地下车库，留下背后一堆还在呕吐的记者们。出了车库，押运车便径直开回了我们的酒店。一路上大家都一言不发，一直快要到了酒店，雷经理才开口道：今天多半是回不了东海了，大家自己自由行动吧，想去外面逛一逛的也可以。雷经理的话给沉默的我们稍微带来了一点生气，毕竟按照原计划，我们今天就要离开香港，难得能来这里一次，却连去外面逛一逛的机会都没有，多少让我们有些可惜。眼下因为这件突然的意外，倒是给了我们一次外出游玩的机会，一些人的心思顿时重新活跃了起来。到了酒店之后，大家回去稍微休息了一下，立刻便有人挨个敲起房间门，找人出去逛街。一个个问下来后，除了队长王大全要替雷老板出去办飞机改签的事情外，其他保安队的人都选择了去外面逛一逛，我也不例外。香港那么大，我们几个又都是头一次来，没有人领路，于是就随便四处乱走，纯粹当是开开眼界，打发一下时间。大家毕竟都是大老爷们儿，没几个人真的有心情去逛商场的。在闲逛的时候，我们几个都特别有默契的对早上发生的事情闭口不提，怕说出来又坏了大家的心情。毕竟就算是江开他们这几个从军队里退伍下来的人，也很少见过那样恐怖的死法。我们在外面逛了一个下午，又在一家茶餐厅吃了晚餐，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便连忙朝着酒店的方向赶回去。回去的路上，江开这家伙还在抱怨香港人吃得太清淡，明明已经吃了晚饭，嘴里却半点味道都没有。这家伙平日里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些重口味的烧烤，可硕大的香港，我们走了一个下午，却连烧烤摊都没有见到过，这让他非常不满，直嚷嚷着回去后要好好找个烧烤摊，吃他个几十根羊肉串。话正说到一半，江开忽然闭上了嘴，眼睛瞅着路边的一个书报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我们几个有些好奇，刚想凑了过去，江开却是掏出了钱，直接买了一份报纸回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报纸上的内容。我看他看得入迷，还以为是什么黄色小报，凑过去一看，却发现是一张娱乐八卦报纸，上面的粤语我看不懂，可是我却认出了其中一张照片，正是我们今天早上去过的那座地下车库。老江，我拍了下江开的肩膀，这报纸上写的啥呀？看得那么仔细啊。江开回过头，我能看到他的脸色有些不太好。四九，我们是不是撞到鬼了？撞鬼？好好的怎么提到了鬼上面？其他人也凑了过来，7个大男人挤在了一块，看起了那份小小的报纸。其中那个懂粤语的同事还临时客串了一把新闻发言人。说起来，香港的记者果然是神通广大，除了早上我亲眼见到的那一幕外，这些记者在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里，竟然就打探到了场馆内具体的情况，而那份报纸上所描写的就是这一次凶杀案的具体内容。这报道不但绘声绘色，详细描写了2名死者的惨状，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起了案件的疑点。上面写道，警方虽然目前对外宣称案件可能是因为2名死者遭到了闯入场馆的窃贼袭击而死，可是这个理由却无法解释2名死者的死状。2名死者都是脑袋被人扯了下来，
可这却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报纸上说，就算是全世界力气最大的大力士，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且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把人的脑袋从身体上拧下来，那就必须把人的身体先固定住。可在2名死者的身体上，警方除了脖子上的伤口外，却没有发现半点外伤，或者身体曾经被某个东西固定住过的痕迹。既然人力不可能做到这些，那2名保安究竟是怎么死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2个是撞鬼了。听到撞鬼2个字，我的后背一阵发凉，一道冷汗顿时沿着额头滑到鼻孔，接着又是一道。我心慌道：不可能吧，这世上哪会有鬼啊？其他人看了我一眼，虽然没有出声反驳，可我看得出他们脸上的表情竟然都是有些半信半疑的。他们都当过兵，虽然未必杀过人，却是系统的学习过杀人的方法，自然和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半吊子不一样的。非常清楚这报纸上说的的确有一些道理，只以区人力是绝对不可能以那种方式杀死2名保安的。报纸上的内容还没有说完，除了之前的那篇分析之外，这张小报仿佛是怕别人不相信这件事是鬼干的似的，竟然还转载了好几位大师的分析。这些大师不是什么风水大师，就是看命伏击的。他们从风水学、命理学、五行八卦、阴阳卜算乱吹一通，最后得出的结论却都是这次的凶杀案不是人祸，而是鬼神作祟。等到把报纸看完，其他人刚想抢过来继续看看，江开却是一把将报纸撕成了粉碎，嘴里念叨着歪理邪说，封建迷信。我看着扔在地上的碎报纸，脑子里却浮现出了白天看到的那个恐怖的人头。老江，那你说那2个人是怎么死的？他们到底是被人杀了还是怎么死的？我说49啊，你真相信这报纸上写的？这种小报就喜欢乱写一通博人眼球，别说是鬼了，他们还说这世界上有外星人呢，你信不信呢？江开非常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我却觉得他这是为了给自己壮胆才故意的埋汰我。于是我回嘴道：你既然不信，那还要买这报纸？江开嘴硬道：我那是想看看警方的调查进展，确认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接下来回去的路上再也没什么人说话了。江开他们虽然不相信是什么鬼神作祟，但看得出来，通过刚才那张报纸绘声绘色的描述，已经让他们的心里凉飕飕的了。我就更别提了，在听到鬼神作祟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冒出了那天无意中看到的佛像移动的幻觉，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吗？我不清楚，可是如果不这么解释，那又究竟是什么东西杀死了那2个人？回到了酒店的时候，王大全和雷经理也已经回来了。雷经理的脸上一脸疲惫，他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警局陪着李老板，希望能赶快结束这件事情。可警局那边却因为将这起事件定为了性质恶劣的谋杀案，而坚决禁止他们移动事件现场的任何东西。更加倒霉的是，警察发现了藏馆中的几处被锁住的暗室，要求李老板协助他们打开暗室检查。我估计那几处暗室里放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因此李老板死活都不答应协助警方。两边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僵持了起来。弄到最后，雷经理索性让王大全退了机票，一是因为现在谁都不知道佛像什么时候能运走，二则是李老板已经同意了雷经理的要求，专门指派了一架自己的私人飞机在机场候着，
准备一有消息就用那架飞机将东西运回去。换句话说，我们恐怕还要在香港滞留好几天了。接下来几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警察在藏馆内找不到任何线索，藏馆里也没有再发生什么意外。雷经理已经让我们24小时待在酒店里，只准备警方一松口就动身去把佛像运走。这一晚我们早早吃过晚饭，便回房休息。我闲着无聊，问酒店前台要了一份报纸回房间看。报纸上面全都是繁体字，我看得有些头大，只能随意的看看图片打发时间。这时候我忽然看到角落里有一张李老板的照片，不由得提起了精神，仔细看了一下。原来这段时间里，由于迟迟找不到凶手，李老板的收藏馆闹鬼的传闻已经愈演愈烈了。香港人本来就迷信，那些媒体们为了吸引眼球，便无所不用其极，将这次的杀人事件大炒特炒。我看的这篇报道上就写着，那2个保安之所以头被人拧断了，是因为李老板的收藏馆中最近来了一尊北魏释迦牟尼青石雕佛像头，才遭到了报应。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说是专门采访了香港万佛寺的一位方丈，那方丈说，毁佛本身就是大罪，为了金钱而将佛头偷走更是罪上加罪。失去了身躯的佛头，为了找回自己的躯体，才将那2个保安的头颅拧断，想将自己的头安在他们的身上。为了佐证这篇报道，那记者还煞有其事地宣传，那尊佛头就藏在李老板不肯打开的暗室之中。我看完这篇报道，极为那些记者的神通广大感到震惊。没想到他们竟然连暗室的事情都打探到了，又觉得有些荒诞鬼扯。什么报应啊？且不说李老板手上是否真的有佛头，这几年我在拍卖行见多了一尊尊佛像被人买来卖去，也没听说有人因此遭了报应。而且那佛头既然没有了身躯，又是用什么把人的脖子拧断的？看完了这一篇报道，我感觉自己的眼皮子已经开始打架，便早早上床休息。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忽然被人叫醒。起来一问，才知道是雷经理带了一个消息过来，说是警察已经撤走了，李老板正带人去藏馆，让我们准备一下，赶快收拾东西，半个小时之后押运车就会过来，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和佛像一起坐李老板的私人飞机回东海。这都几点了，连多等一晚的耐心都没有吗？我看了看时间，发现现在已经过了午夜12点了，便嘀咕了一句，可我也明白，这是雷经理他们怕夜长梦多，为了这尊佛像，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拍卖行那边积下了很多事情，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多等下去了。收拾好东西，来到大厅，押运车也正好到了。我们一行人提着行李，连同雷经理一起坐上了押运车，便朝着收藏馆赶去。车子刚一发动，雷经理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有些嘈杂。雷经理的脸色在听到那头的声音后也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对着电话低声说了几句粤语，大概是马上到，不要乱动之类的意思，便匆匆挂断。王大全问雷经理怎么了，他直接铁青着脸说，收藏馆那里又死人了，而且死法和上次一模一样。半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地下收藏馆内，从电梯里走出来，李老板已经候在了门外。雷经理一见到他，便急忙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死人了？欧姆急了！李老板一脸哭相，
摊开双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他今天晚上接到警方通知，说是现场取证工作已经结束了，便立刻带着人来到了这里，一是打扫现场，二也是为了一会儿交接做好准备，因为怀疑上次的事情是有外部的人侵入这里造成的。李老板这次就顺便带了一批安保公司的人来检查是不是收藏馆哪里的安全设备出了故障，让外人有机可乘。那间死了人的储藏室里，地上的血迹都还没有人清理，李老板便让2名清洁工先进去打扫，自己带着人去了别处检查。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意外又发生了。为了怕清洁工碰坏佛像，李老板事先安排了1名保镖在储藏室里陪同。后来保镖因为尿急上了一次厕所，可等到他回来，却发现那2名清洁工竟然已经死了，而且他们的死状竟然也与前几天的那2名保安一模一样。死没死人我不管呢。雷经理摆手道，我关心的是你报警了吗？冇啊，雷是我第一个通缉的人了。雷老板连忙摇头。从他们2人的谈话中，我听出来，发现尸体后，李老板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给雷经理打了电话商量对策。上一次的事件过后，因为已经吃了一次报警的亏，他们担心警察知道之后会再次封锁现场，让这次的交易再度延后。所以这一次李老板已经打算等我们把佛像运走之后再报警了。听到这儿，雷经理舒了口气，摆了摆手，便示意去看看佛像。但听到佛像2个字时，李老板的脸上却一下子不自然了起来。雷经理也看出来了，忙问道，怎么了？佛像又出了意外？李老板没有多说，而是让他自己去看看。看到雷经理匆匆朝着储藏室跑去，王大全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跟上。不过在离开电梯间的时候，我却发现李老板留下了2名保安守在了电梯间。那2个保安手上拿着甩棍，腰间也是鼓鼓的，竟是好像配了枪。王大全也看见了，不过他没有出声，只是对我咳嗽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声张，便拉着我离开了电梯间。还没走到储藏室，前方便传来了雷经理的一声尖叫。啊！我吞了口唾沫，慢慢走了过去。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前面所看到的景象仍然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在储藏室里，2具无头的尸体趴在地上，全身满是血迹，还未干涸的血液正顺着他们已经断了的脖颈缓缓地流淌下来，染红了这一段走道。而在2具尸体的不远处，这2名清洁工的头颅掉在了一旁，2颗头颅的眼睛如同死鱼一样，眼球圆鼓鼓的向外凸起，那表情说不出来的惊骇与恐惧。那尊佛像就静悄悄地站立在2具尸体旁，佛像的身躯已经被鲜血浸湿，变得如同是地狱的修罗一般，浑身散发着死亡的气息，让人看了说不出的诡异。储藏室里安静的出奇，雷经理哆嗦着将视线从地上的尸体上挪开，又转到了佛像身上，瞳孔一下子瞪得贼圆，他几乎是用吼出来的声音叫道：老李，这佛像身上怎么全是血？你也不叫人擦一擦，这佛像沾了血，价钱可就上不去了呀！得，我忽然心想，过去怎么没有发现雷经理是这么贪财的一个人呢？都出人命了，竟然还在关心他的佛像。不过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到雷经理啊了一声，我回过神，朝他那儿看去，也是突然愣了一下。直到现在我才发现，除了这2具尸体之外，
储藏室里还有其他不对劲的地方。这2具尸体就倒在储藏室的大门口，而那尊佛像的位置则是在门边上的角落里。佛像的位置竟然发生了变化。我心里不太确定，这佛像在上次的案件之后，位置是不是被警察动过了？雷经理也不确定。他指着佛像对李老板问道：“老李啊，这佛像……”李老板摇了摇头，表示这佛像真的是被人动过了，而且还不是警察，因为在清洁工打扫这里的时候，佛像原本是已经被他们搬回了房间中央的。这一点李老板是亲眼看到的。可是等到他们听说又有人死了，赶到这里之后，却发现佛像的位置竟然又发生了变化。雷生啊，你说我这里是不是真的闹鬼了呀？雷经理皱着眉头听李老板说完才说道：“闹鬼？老李，大半夜的，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啊？”你以为我愿意啊？可不是闹鬼，佛像又是怎么回事啊？我之前看得清清楚楚啊，佛像是放在屋子中间的了。就在雷经理和李老板争论这佛像到底是不是被鬼搬动的时候，我抬头打量了下四周。这间储藏室原本就是专门用来放置佛像的，除了头顶的白炽灯，在储藏室的大门口还有一台监控摄像机。我拍了拍王大全，朝着那摄像机指了指。王大全见了，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紧接着便到了雷经理身边，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听到王大全说完，雷经理眼珠子转了转，便对李老板问道：“李，你储藏室有监控吧？监控的录像呢？你们有看过录像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个，李老板叹了口气：“雷生啊，我不瞒你啊，我这里的监控好几天前就坏了啦。”“坏了？怎么个坏法啊？”王大全问道。“就是屏幕一团黑了，什么都看不到啊。”王大全又问道：“那又是哪天开始坏的呢？”“就是洗盐的那天了。那些个阿 Sir 来了之后呢，不让我们进来，所以到今天呢，都还没来得及修了。”“死人的那一天。”王大全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沉吟了一会儿。雷经理看到他这副模样，赶忙追问道：“老王，你想到了什么？”李老板有些奇怪雷经理对王大全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呢，王大全不过就是一个保安而已，可雷经理对他的态度却是毕恭毕敬。他不禁问道：“雷生啊，这位先生他是……”雷经理介绍道：“这位是王大全，我们公司的保安队队长。老王他以前是部队里的，还是特种部队的王牌侦察兵呢，本事大得很呢，我花了大力气才请过来的。”“哦！”李老板恍然大悟，立刻恭维道：“原来是兵王嘞！”王大全没有理睬他们俩的恭维，他让我们去外面找了个扶手梯，搬到门口，爬上去检查了下监视器，便下来对雷经理解释：“雷经理啊，这里的监控设备运转正常，我看不出有什么故障的样子，我怀疑很可能是线路被人动了手脚。”“动了手脚？”王大全点了点头，分析道：“你们看呢？设备第一次出现故障的日子，就正好发生了第一起凶杀案，这中间恐怕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呢。还有，第一次凶杀案发生的时候，警察确认了佛像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他们怀疑是有人侵入了这里，想要偷盗佛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警察的判断没有错，当时的确是有人入侵了收藏馆内。
他们为了避免被人从监控中发现，所以在监控器的线路上做了手脚，让我们误以为监控器坏了。他们第一次尝试偷盗佛像的时候，因为低估了佛像的重量，所以呢，没有来得及将佛像搬走，便逃走了。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放弃，仍然在周围观察着这里的情况。然后就在今天，他们确认了警察已经离开后，便再次潜入了收藏馆内。只是不巧的是，他们这次又被那2名清洁工看到了，所以才杀死了他们。王大全的这番话顿时让李老板刮目相看。他是香港人，收藏馆里接连死了4个人，又都是如此恐怖的死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收藏馆里会不会闹鬼了，却没有想到可能真是有小偷闯了进来。眼下听到王大全的这么一分析，自己再想想，倒还真是有这个可能啊。想到这里，他连忙抓起王大全的双手，恳求道：王先生，既然你能看得出有人进来，那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呀？我不想以后天天这样提心吊胆的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